嘉宾刘先生47岁，来自山东国企员工；女嘉宾王女士37岁，同样来自山东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相差10岁，是吧？资料里面说已经结婚14年了，是吧？对。孩子都13岁了，是吧？那今天为什么来呀？是我要求来的。哦，您要求来，为什么？我们之间有了点小误会，因为我们年龄差比较大嘛，我挺宠着她，挺任性的。这次呢，回娘家之后，怎么哄不回来了。我想专家主持啊，帮着给我们说一说。哦，她是经常回娘家吗？也不是，反正有的时候小任性上来，回家多待2天，一哄就回来了。这次为什么这样啊？因为就是他一直是在骗我的东西太多了。一开始的时候吧，就是他那个比我大10岁这一块儿也没告诉我啊，因为我和他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就是他朋友的公司，我在那儿上班，公司里搞活动嘛，出去吃饭啊、唱歌，就叫他去了一块儿。一开始感觉他人还挺好的，后来吧，就是时不时的他就约我吃饭啊、唱歌玩啥的。时间长了也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了。这不挺好吗？但是那一次带他回家，一说是那个年龄比我大那么多，然后我爸妈就极力反对。哦，这都14年前的陈芝麻烂。年龄还是事儿吗？当时你父母反对是吧？是我父母就是不让我在一块儿和他。但是你还是嫁给他了。因为他对我很好，就是我也是在我爸妈那边就说了一些他比较好的一些方面。你们俩当时谈恋爱谈了多久啊？谈了半年。你问过他多大吗？我问过他，他只是说我们都是同龄人，大不你几岁，就没在。那这就算你刻意隐瞒人家对吧？有点吧，因为他老板就是我拜把子兄弟，约他的时候就是要撮合我们俩，叫着我去一块儿参加。那你不应该骗人家嘛，是吧？你不应该不说年龄嘛。不能叫骗吧？人10年现在年龄在社会上来讲，不是差距。我们没有说年龄是个差距，我比你大10岁，我告诉你。就有什么不好意思告诉人家的呢？他也没问，因为我们俩玩的挺嗨的，没有的。好吧，这事儿就过吧，反正已经娶回家做媳妇儿了。他领证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又隐瞒了一些事情，就是他是离过婚的。他一直告诉我是单身嘛。结果他是离过婚的。这个我确实是单身。你离婚了，我也不可能脑门上写着逮谁我都说我离婚了是吧？行吧，记住啊。谈恋爱问清情况，别什么都不知道就嫁了，这怪谁啊？还有什么瞒你的？年龄瞒了，离婚瞒了，还瞒了什么？还有就是领完结婚证，我们回老家办酒席什么的。那天他喝的比较开心什么的，就是比较高兴。结果呢，然后又出来一个儿子。这个你也没说。这很正常，因为我结过婚，我和前妻有个孩子，而且那孩子是归我前妻抚养。我确实是单身。不，那你这个跟人谈了半年恋爱都没告诉人这些事儿是吧？不是，孩子是跟着我前妻，我只是给他抚养费。再一个不跟你姓那孩子是吧？不是，跟我姓，跟我亲生的是吧？是我亲生的。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我承认那个我之前是隐瞒你了，可是我咱这么说吧，结婚之后我对你怎么样？我做饭，我为了你不喜欢人抽烟，我把烟都戒了。而且呢，你老家过生日是过阴历，我们那是过阳历。为了这个，我给你过2生日，你还怎么样？是，你是对我挺好的，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就不是这样了。有了孩子之后，他就经常出去喝酒，每次都是喝得烂醉才回来。最让我伤心的是，孩子发烧长病的时候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根本都没回来。那天就发烧烧得特别厉害，我自己带着他上医院，然后就烧成了心肌炎，就特别厉害了。就医生就说你应该早带他来了。就我这么给他打电话，他一直都没有回家，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上医院，在那打针。那时候孩子才1岁半，他一直说他工作忙走不开。孩子生病了，最后转成心肌炎了，你也没去对吧？不是，主任，这事儿真的是不能怨我哈，因为他在之前嘛，因为我出去有应酬，他吧就是拿孩子让孩子不舒服了，你抓紧回来，骗过我好多次。
因为这一次呢，我是接待一个客户，很重要。因为我这次只要合同签了，给家里带来好几万的收入，我就感觉他是在骗我。所以呢，那天晚上我就把合同签完了，我才赶回家的。我当时进家门之后，我也傻了，我没想到这次是真的。我真的是对，反正12年过去了嘛，这事儿再追也没意思了。然后最让我接受不了的也是他身边的异性朋友很多。我们在一个小区住了，我的闺蜜，她给人家拎菜回家。这不正常吗？你的闺蜜，我在菜市场买菜碰见了，我总不能把这个死人脸连理都不理人家吧？我顺道帮人把菜拎回来了。你一次你帮忙你碰巧了，那我碰到你几次，然后有一次你从人家家楼道里出来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那是我把菜帮人送回家了，我这不赶快就下来往家赶着做饭吗？现在弄到我和闺蜜，现在就是我们两个都不来往了。为啥呀？她犯酸吃醋，和人闺女吵，那最后我没见面也躲着走了也。那我犯酸，那你同事给你打电话是怎么回事啊？对吧？那天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，你同事给你打过电话来，说啊哥你在哪呢？怎么的？那你怎么还把电话给挂了呢？这事儿你真不能怨我。我在那儿做着饭，我满手上油乎拉叽的，你在门厅那儿看电视，我一听电话铃响了，我就把免提打开了。谁知道他踩着鸡脖子说话，那种拧着麻花说话，对吧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一听这动静不对，我怕你闹，我就赶快关死了。那你在家里他给你打电话这样，你在公司里人家是我办公室的文员，人家下通知，人小不是文员下通知，谁下通知啊？我问一句啊，不是他怎么就踩了鸡脖子了那天？谁是鸡呢？他那个声音啊是那样很腻，就是那个，哎，我对呀，他正常下通知就腻点了呗，为了这个，我给我们那个领导提意见了，我说你赶快把你这秘书换了吧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两口子都得来拜访。不是你当时只要开着话筒不就没事了吗？人家说哥咱后天开会，对不对？9点钟开会，你老婆还吃醋，那你老婆有病。不是你没见我端着菜出来的时候，哎，就从那嗑着瓜子等着我呢。说说怎么回事吧？我说能说怎么回事？我说我这么的吧，我守着你，给我们领导打电话，因为办公室号码打过来了，我给我们领导打电话，我说你问一下吧。这么的打过去之后，我领导接的，就是通知你星期天过来加个班。我说兄弟们来，我说你通知我没事儿，我说你别弄这么一个拧巴的给我打电话呀。哎，行吧。还有一次是我洗衣服，结果在他口袋里就是发现了一支口红，而且那口红不是我用的那个牌子。哦，这个事儿呢，我给他解释了好多次了，就是上个月为这事儿他回了娘家。啊，就为这事儿回的娘家。对啊，快说说吧。那个我们去唱歌的时候吧，科室里边也有女孩子，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地就掉那儿了。因为我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应酬的时候，我也捡过手机，捡过钱包，就是我这人比较不能说比较细吧，就是说是哎有什么事儿我就招呼人，哎临走了别落下东西啊。我一看哎那有口红，我说这谁的，我就拿起来了。我说你们谁掉了？哎没吭声的。我说行，明天上班再说吧，我就拽兜了。回头我就忘这事儿了，他拿去洗衣服去，给我翻出来。哎，2天也没人找口红哈。这事儿我真没法说，因为是可能人家掉了就觉得掉了吧。对，你也忘了哈，然后你就回家了是吧？回娘家了是吧？对，那次他回娘家呢，他挠完我回去的。我脸上这现在还有痕迹，还有疤呢。哎。我也不是精心去挠他，因为我特别生气嘛，看着口红，完了时候我就这样补了一下，就是因为手指甲长。你那是补了一下吗？我那血这都下来了，把我父母都吓得都急了都，哪有这样的？是吧？就说你2句了，第2天对吧？我这还包着纱布，还没弄利索，你那就回娘家了。不，你这就是我惯的，你太不懂事。没问问说哥，你这脸怎么了？反正进单位之后都知道我处媳妇儿。哦，好。我就想在我妈那儿待段时间。啊，你待段时间没事儿，我上家里接你几次，你不回来也没事儿。咱妈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我不是心情不好吗？我之前对咱妈怎么样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对她有多好，你不知道呀？你心情不好，你接个电话怎么了？我心情不好，我害怕我控制不好我的情绪，我给老人家在生气。哦，这1个多月，孩子你不管，你知道他考试成绩怎么样？啊，退步了好几名，你知道吧？那你不管啊？我管，我现在就是说，孩子现在他叛逆期嘛，因为有的时候他说了比我说了管用。哎呦，那你这爹当的真成功哎！
本来我想大我10岁也就无所谓了，能疼我，能呵护我，就没想到就是他身边那么多异性的朋友，我就感觉我现在是没有安全感。到现在为止哈，他还是出去玩，完了是和那些异性朋友在一块唱歌干嘛？有一次他是带着我去的，带着我去之后，他跟他们唱歌的时候就特别那种，就是。哎呀，就让人感觉不舒服。我就说他们那次，我就还扭了他一下，结果他还是该怎么笑怎么笑，该怎么玩怎么玩，就那样的。不是，我是比较就是说开朗的那种人，就是如果说你让我就是死气沉沉的那个状态，你甭管我在哪儿，我做不到，因为我用他们那句话了，就是说是你属于那种站哪儿都挺嗨的，这么感觉。哦，你老婆属于站哪儿都不嗨的那种是吧？他也不是，结婚前那时候我们俩玩的挺嗨啊。后来有了孩子之后，他主要是带孩子嘛，慢慢的他就好像和社会有点脱开了。哦，你工作吗？我现在孩子大了，我也做自己的事业，开了一个小的美容院。你们家那老大怎么样了？我大儿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。哦。因为我媳妇儿挺好的，因为我儿子那个拿到录取通知的书的时候，我都没想过给我儿子那个给他个喜钱啊，或者说是给他个礼物，他就给了他800块钱，当时他也没给我说，是我儿子直接给我说，爸，我阿姨给了我800块钱。我说你行啊你，我说他钱死抠死抠的，我能给你，我说不错。你干嘛去了？我就是。我该挺有意思啊，就是有了孩子之后，一个年轻的女人就开始成长，而那个大了10岁的男人好像还跟个小男孩似的，还挺爱玩，是吧？反正这个，也不是我诚心要玩，因为咱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这生计不易啊，我要应酬啊，我不应酬哪有这个家呀？哪有这个局面呀？是吧？哎呀，真是。行吧，你们来看看吧，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个14年怎么熬过来的？其实很明显，因为好骗嘛，因为好哄嘛。以前可能几句话，一个借口你就相信了，就被他搪塞过去了，是吧？很多小姑娘觉得男人年龄大肯定更有责任心，肯定更懂事，肯定更成熟，这真不是。这个男人的心理年龄和他的生理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啊。然后呢，我最近看了一本电视剧，那本电视剧是亦舒的一本书改的，那本书叫《我的前半生》，里面讲一阔太太，那阔太太就是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男人，然后那男人就答应她，就是我照顾你一辈子啊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然后这个阔太太就日子过得很好，也没有什么技能，然后就整天就买衣服啊，逛逛街啊，照顾孩子啊。然后等到很多年之后，那男人也到中年，然后事业也成熟之后，就开始有外遇了。然后那个阔太太就特别接受不了，说你当年的那些海誓山盟呢？你答应我过的那些事情呢？你曾经答应过我你要照顾一辈子的呢？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一些启发，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你还好，你还算有一个美容院啊，算是有一个自己的事业，但很多做家庭主妇的或者没有什么工作的姑娘也很多，她们心里面抱着的所有的观点都是你曾经答应我的，所以你应该，或者是我跟你在一起10几年了，所以你应该，我和你一起白手起家，所以你应该，当初你骗了我，但我还原谅了你，所以你应该，没有那么多应该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的心思会那么牢牢地记在他身上？他在那边厨房里面干点活，你支着耳朵还在听着；他出去跟人应酬，你一定要死活要跟着去。就他干点什么，你的眼睛都要盯着他。你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吗？你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吗？没有别的支撑着你这个人生更重要的事情吗？除了这个，要脱离，要适度依赖，要学会照顾你自己和你的孩子，要有自己的人生和事业，明白吗？谢谢。我们观察二位的念想哈，就是二位一上来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女方比男方大10岁呢，这就足以见得两个人在婚姻生活当中，谁更逍遥自在、潇洒一些，谁操心操持的更多一些。
而且说到这个开始的什么隐瞒年龄啊、隐瞒婚史、隐瞒自己的孩子，这个在您看来觉得是理所当然，因为您给的理由是我当时确实是单身，现象是单身，可是本质是什么呢？如果说的大一点，您这叫骗婚呐！就这样把一个比你小10岁的女人娶回了家，然后以您的借口就是百般呵护，饭也我做，家也我收拾，什么都您管。可是最重要的婚姻生活当中的孩子您却不管，所以足以见得你在这段婚姻生活当中做了多大的表面功夫。你表面功夫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给你自己更多出去玩的理由。而且我非常不理解的一点是，在你们这一段感情和关系当中，为什么缺失安全感的是女方呢？她应该有危机意识，怕你貌美如花的，又你比她小10岁，哪天说不定就跑了。结果现在这种的关系是反回来了，你特别的担心。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这么对自己没有自信。因为当时的时候，我和他在一起，我爸妈就是说，既然你选择了，我们现在也同意了，既然结了婚，你就不能走离婚这个道儿。你既然选择了，你要走下去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大姐，所有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是你把日子过成了这样。每当你想到，哎呀，这怎么这么过分啊？包括你这次离家出走回娘家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你又想到他对你的好，你还是会回去。可是你想想他骗你的这些事儿，法国有一个演员苏菲玛索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容颜衰老、年华老去，最可悲的是在婚姻生活当中迷失自我。如果你要一直这样沉迷下去，不好好去面对生活、面对自己，那可能再过2年，你看起来就是60岁以上的容颜，他依然是现在这样年轻帅气。最后吃亏倒霉的是你自己，你给孩子也做不了一个好的榜样，他只会看到妈妈每天怨声载道，一副苦瓜脸的面对他。所以你想要，都不说家庭好，你想要儿子好，你现在就只为儿子想，你要给他一个阳光、积极向上，真的看上去像37岁的妈妈，而不是47岁的妈妈，这是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。这样的一个男人事已至此，已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觉得你还是会继续往下坚持的。可是继续往下坚持，要怎么做是你自己，看他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好吧？谢谢。谢谢。你今天是诚心诚意来的吗？他嘴里面蹦出的最多的是2句话，第一个是正常，第2句话是这不能怨我。正常说了3遍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男人比女人大10岁正常，是大10岁是正常，但是瞒他就不正常了。第2，我结了也离了，我单身，我很正常。是，结了也离了，你还是单身，这是正常，这个称谓没有问题。但为什么结过一次婚，就那么不好说出口呢？我有一个孩子，这正常。我结过婚，那孩子跟着前妻过。对啊，你结了婚有个孩子也很正常啊。但你不告诉他，你不觉得很不正常吗？后面一句话，这不能怨我。这句话他也说了大概有2遍。第1遍是孩子的问题，这不能怨我，你老骗我。所以当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发现这次是真的了，这不能怨我。第2句话是我怎么知道接了电话之后那个女人嗲声嗲气，这不能怨我，我满手油乎乎的，所以我马上把电话给挂了。那我想请问你有错吗？你也没错，什么都正常，什么都不能怨你。所以我几乎可以断定，今天你来不是诚心诚意认错的，你是又来装着一个老实的样子来骗过我们，帮你把老婆哄回家。所以什么因结什么果呀。上个礼拜我们做节目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朋友问吗？对方在结婚证盖戳的前一刻，在民政局查出来他是有过婚史的。当时这个女人戛然而止，不想结婚，但周围的人都劝她，就跟你那帮亲戚一样，算了吧，都进行到这一步了，甚至婚礼上都闹出一儿子来了，算了吧，感情不是他们结婚。
但是你呢，也选择了妥协。一个婚姻从欺骗开始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好结果呢？他对于婚前的欺骗没有丝毫的愧疚，到今天都是正常，不能怨我。而在婚后，他也没有给予你更多的安全感。这个男人心在不在你身上，你心里是很清楚的。你今年多大了？37。刚才说到我的前半生，靳东在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她当时她的闺蜜劝马伊琍扮演的那个角色不敢告诉她真相，但靳东说你还是告诉她真相吧。现在30几岁跌一个跟头，她还能够恢复得过来，再过上几年她再跌一个跟头的话，那个时候她可能这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。所以我觉得你至少应该非常审慎地对待这一次这个男人真正的态度。也许你内心很失望，原本找一个有过一次婚姻比自己大10岁的男人会懂得疼自己爱自己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在结婚之后你却变成了一老妈子，他倒整天玩得不亦乐乎。所以我劝你审慎地做出今天的决定，也许这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在我看这段婚姻里面，年龄根本不是问题，恰恰是有人把年龄当成了问题。比如说，我不告诉他我比他大。中国有些老话特别在理儿，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。你就想想看，你未来那点事儿，你没有远虑吗？你是觉得我骗他肯定行？你想，你70的时候他才60岁，你在坏事做尽了，60岁的时候他要不照顾你，你可怎么弄啊？这个我就说，大家就想想，我们就往长远一想这件事儿，你就想明白，就倒腾明白了。但翻回头对女同事来说也是一样的，你真是要活到60岁，就欺骗你到这个时候，他把真心拿给你了，我离不开你啊，老伴儿。哎呀，我得你照顾我呀，什么都不行了，哆哆嗦嗦的，然后你，啪打他一下，你看你年轻时候那样，我觉得挺丑陋的一个画面，不美。所以到底是在一起还是怎么着，你们自己选择啊。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说，我洗心革面，那也是一个思路，是吧？没什么了，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媳妇儿，专家也说了，反正是说的我是无地自容的，我也不好再说别的了，我就给你说那么一句话，甭管怎么地，也是14年了。你想想孩子，咱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这甭管怎么地，咱两个打闹闹也好，也是14年这么过来的，是吧？我改完不行吗？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以后我尽可能不喝酒了，我不出去应酬了。我喝酒我也难受，我这胃也不是那么好受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想想吧。来，2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想到了未来了，你知道吧？确实挺害怕的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见证这对夫妻的重逢时刻吧，请见证。来，请亮灯啊！谢谢你们啊！来，请回啊！在梦里全是你